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余翠霞书花工作室的学习课堂。我们这节课呢是零基础学牡丹的第一节课程。这套专栏呢是一套为没有国画基础的初学者量身定做的一套专栏。专栏呢从2个部分入手，由浅入深的为你展开学习之旅。第一部分呢是基本功的学习阶段我们从认识牡丹的特性、花瓣的调色运笔、花头的结构和透视关系如何表现，叶子和枝干的运笔与调色，简单与复杂的叶子组合和枝干组合的调色与运笔的讲解，让大家呢从基本功从接触一直到熟练。第二部分呢是带领大家学习体验中小幅现场创作的过程，中小幅作品现场创作的过程。我们通过带你画和临摹大量的不同篇幅的作品和结构去加强技法的提升和熟练度，使得咱们初学者呢在跟笔绘画的过程中逐步能独立临摹一般的中小幅作品我们这个临摹的过程带你临摹的过程是一步一步讲解调色和运笔的过程好，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学习第一节课。首先呢，我们表现任何一个物象都要了解它的特点，这样呢你才能更好的去表现它。那么你画牡丹是不是需要大家知道你画的就是牡丹？那么我们先要把它的特点抓住，你才能去表现它，对不对？好，我们先给大家分析一下牡丹花它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牡丹花呢，它是整株呢分3个部分组成，有花头枝干和叶子它是一个多年生的灌木类植物比较耐寒和耐干旱它的花朵呢比较硕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因为是每年是多年生每年都要重新发芽，所以它的老干呢长得比较沧桑。我们看一下这个老干呢，它基本上都经过人工的修饰现在一般的牡丹花呢都是人工栽培的。野生的牡丹花呢，花朵会比较小一点。人工的牡丹花呢，现在随着培养的品种越来越优良，那么牡丹花的品种呢，现在也是很多很繁杂咱们可以看，给大家呢边欣赏边讲解。牡丹花呢，它的花头呢比较硕大，而且呢颜色也是色彩斑斓好多个颜色的品种品种呢好多，我就不跟大家一一介绍了。它的花呢直径呢也是大小不等，大的花头呢有20-30公分左右，小的花头呢也大概有10几厘米所以说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尽量呢是根据篇幅的不同，可以表现大小各异的花头。小的作品呢，我们给它花头可以画的小一些，大的作品我们就给它画的花头大一些，这个呢是可以灵活去变通的。看一下这个花头另外呢，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牡丹花头它具体的结构它的3维的立体感、透视关系怎么去理解在没有学习技法之前，我们要先把用具准备好。那么用具都准备什么呢？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支这样的花头笔。这个花头笔呢，我用的是粗锋这个长度什么叫粗锋？从这里到这里，这叫粗锋粗锋是6.2，口径，什么是口径？这里从这里到这里，它的宽度，口径这个是1.4厘米粗锋呢是6.2厘米这样的笔呢，就是它呢吸水性比较好，要用尖毫。什么是尖毫？外边是阳毫里边呢深颜色的，这就是狼毫这个就叫尖毫笔。这个呢是专门用来画花头的。另外呢，要准备一个这样的补水器这种补水器补水的时候，我们把笔尖担在这个台上然后呢把笔根搭在这个沿上，然后往下一压，就是补水了这种补水呢会更容易对水分的控制。另外呢，我们还要准备这样的颜料。这个颜料呢是32毫升的，我这是用牡丹红胭脂花青，这是我们这节课用的颜色。那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这个颜色呢，是牡丹红是单独颜色，这是我们经常用的颜色。常用的颜色呢还有曙红玫瑰红这都是常用的颜色。叶子呢要准备
藤黄，然后那个花蕊啊，要准备藤黄和太白啊，给它混合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啊。另外呢，还要准备画纸，画纸呢不能用普通的纸，我们用的是宣纸啊，而且必须是生宣纸。有人说用半生熟可不可以？熟宣可不可以？啊，都不可以，一定要有生宣纸。什么是生宣纸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的纸叫做生宣纸啊。我拿一个小张先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生宣纸呢，它就是着色度比较好和润度啊，润度比较好啊。我用墨色给大家试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它放在纸上啊，这个颜色放在纸上，它就散开了啊，它这个润度就比较好。把这个颜色你看放到纸上，它就晕开了，所以这个纸呢叫生宣啊。那么半生熟跟它有什么区别呢？好，那么我们把半生熟的纸啊和这个生宣纸给它放在一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我这回呢，我调色来去运这个笔啊。我拿一个大点的笔啊，我们调一下色阶。大家先不用跟我学，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所以这个选画材很重要啊，画材如果呢画材不给力啊，那你根本就画不出来好的效果。我呢调一个色阶，给大家示范一下它俩的纸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我们不能用半生宣的纸啊来画这个作品。好，这个是生宣纸，我们来给大家画两个花瓣，很润，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呢是半生熟的，我们也啊，我再补点水颜色啊，补点水，水分没有了，颜色也没有了啊，像它一样调色。也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半生熟的纸出来的效果啊，这个是生宣纸出来的效果。所以说生宣纸它的着色度呢就比较润，而且呢比较匀啊。那么半生熟呢就会出现这样情况啊。我们再来一笔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呢它渗透性不强啊。那么如果用普通的纸呢，会出现什么样情况呢？啊，给它俩先拿一边，我们再来普通的纸试一下。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知识点啊，才能把这个画明白。好，我们也来试一下。所以说，这个画材呢，一定要选择正确的啊，适合你画的作品这个特点的画材。半生宣呢，是适合写书法和画那个仿古的啊，不是古法山水。那我们看一下，用普通的纸画出来是什么样啊？这个颜色浮躁在上面，是一点不稀，对不对？普通的纸呢，就是跟熟宣是完全一样的，这是熟宣啊。那么这是半生熟，那么这个呢是生宣。我们再来试一遍啊，这是生宣纸，这个呢是半生熟，就是这样效果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纸啊，这个纸教大家画花瓣怎么运笔，怎么调色啊。初学者呢，买的工具都是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新笔，我们如何开笔。我们刚买出来的新笔，刚买回来的新笔呢是这样的，带着盖儿，对不对？把这个帽呢去掉，就给它扔掉，再也用不着了啊。我们平常用完的笔呢，给它洗干净之后啊，捋好之后，这个盖儿不能盖了，盖了之后呢，就把这个笔的啊这个笔锋部分就给捂了啊，不行啊，它不透气，所以这个盖儿呢啊，在我们收到笔之后，想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扔掉，就不要了。啊，开笔怎么开呢？给大家示范一下。开笔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泡它，直接放到水里，然后一点一点的给它捏开。啊，这样给它捏开。
捏开之后呢，要清洗一下上面的浮毛，因为这个笔呢都是人工制作的，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会修剪它上面这个笔锋。那么修剪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遗漏的小绒毛在上面，那我们要给它清洗掉，这样呢会不影响我们运笔。刚用的时候，可能这个小绒毛呢会有一点粘在这个笔上，没有问题啊，用用它就没有了，用几次就没有了。好，给它清洗掉之后，我们给它捋平，这样捋平这就可以用了。现在呢，我们开始挤颜色。首先呢，我们要用这样的方盘，这个方盘呢是没有沿儿因为我们的画法呢是不用太白的，所以这种方盘呢就比较实用。因为呢，我们在这个调色的时候，笔根呢也需要有这种颜色。那么这种方盘就是能让你这个笔呢在这个盘子上铺平。如果你这个盘子有沿儿有一道棱高出去，那么笔呢就铺不平，笔根处呢就调不到颜色。一会儿我在调色的时候，大家就能观察到。这是牡丹红我们先用牡丹红，然后是胭脂，这是胭脂，这是花青。我们要先学会一般的来说，我们的花瓣最少要3种颜色，我们先学会这3种颜色怎么去调色。好，调色的第一步呢是控水。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笔呢最少要用2支。我用的这是蓝色系的，还有红色系的如果是多的话随着你练习的多的，那么颜色牡丹的花色比较多，那么我们可能要预备4支这样的4支像红色系、蓝色系、紫色系和浅色系。浅色系呢主要是指呢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白色的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画那么黄色的要用这种浅色系的笔。紫色系的笔也是常用的，所以也要准备那我们一开始刚练习的时候，准备这2个色系的笔基本就够用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说一下调色。我直接用这个红色系的花头笔在调色之前呢要控水，先把这笔呢浸透之后，我们刮在这个沿边去刮。我们拿笔的时候，这3个手指这3个手指呢是抓住这个笔的下面，然后这个手指把这个笔包围这大拇指把这个笔包围，方便我们在运笔的时候来回转动笔杆它就像一个杠杆一样。如果呢你呢不会转动，我们在调色的时候也要转动笔杆，你就可以拿一个筷子或者什么的这样的小笔你先练练来回这么运动手指平常呢拿筷子也要多练，这样转动让你呢捻动笔杆的手指越来越灵活这是控笔能力的培养。好，我们现在把这3个手指抓在下面第4个手指就是大拇指抓在上面，然后呢把这个笔呢放在水里给它来回这样要把笔芯儿，什么叫笔芯儿呢？这个地方叫笔芯儿里边扒开里边这地方叫笔芯儿，让它笔芯儿也被水浸透之后，我们再刮这样来回翻来正去的这样刮个7、8下到什么程度？使劲甩不低，但是我们这样捏的时候是有水分的笔里是有水分的，是吧？现在这支笔呢就等于慢慢的吸饱了水，然后呢我们去调色。在调色的时候，我们用笔尖儿，你看用笔尖儿往外拨一点，然后呢去滚动这个颜色，边滚动看边转动笔，把这个颜色呢是薄薄的调在笔里，满满的调一层，要给它多调时间要长一点，让它这个笔芯儿里边也吃进去颜色，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笔色一定要认真的去调，不要着急好，
再拨一下，看啊，然后继续给它，你只要是来回这么滚动，颜色自然而然就调均匀了。好，这样啊，来回滚动。我们在调色的时候也要轻柔啊，不要使劲去挤压。你要把这个笔呢当成一个软棉花，那我们笔里边是有水分的，对不对啊？如果你使劲的去挤压，那这个软棉花里边的水分就一下子跑出来了啊。如果呢你发现盘子里有水来回的跑，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这个水分有点大了啊。你在调色的时候，这个水来回跟着跑，说明你的水分有点大了。这个是只是稍稍有一点点大，稍微有一点大，我们可以呢用费生宣也行啊，用手指也行，给它这么吸2下，不要去刮啊，不要上这里边去刮，上这里边如果去刮的话，就把颜色刮跑了。这样稍稍吸2下，也可以呢把盘子里多余的水分给它擦掉，是为了防止那个水分流到深颜色里边，就把颜色搞脏了啊。好，那么笔里薄薄的沾上了颜色，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往往调色时候啊，初学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笔根处没有调上颜色。好，那我们首先要练习一下滚动的去运笔啊。什么是滚笔呢？就是把笔完全平铺下去，然后呢滚动往前行啊，这样的。这样画出牡丹花瓣呢，它是有缺口，是吧？那我们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当中的牡丹花瓣是什么样，它也不是圆圆的啊，是不是有缺口啊？我们来认识牡丹花的花瓣，就是要知道牡丹它花瓣它长什么样。那我们首先要学会牡丹花瓣怎么画，你才能把这个牡丹花给它表现出来啊，才能表现出来它的结构啊。牡丹花瓣它不是圆圆的啊，它是有缺口的。啊，那么这样的笔法呢，就能表现出它牡丹花瓣的自然缺口。啊，这个呢是没有色阶的，我们是薄薄的把牡丹红啊给它调在了笔里头，这个就是第一笔色，我们要给它调的很匀啊，很薄，这是基础的颜色。那我们第二笔色呢，就是把笔肚到笔尖开始加浓，还是这个颜色。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笔里边已经薄薄的调上了牡丹红，那从笔尖到笔肚怎么加浓呢？还是拨一点啊，往里揉，揉到哪呢？其他地方要离开笔啊，离开盘子，只是笔肚到笔尖。什么是笔肚？这个笔呢是出锋6.2，中间的部分就是3厘米左右的部分，往下啊，开始从这儿到这儿啊，这叫笔肚。我们给它逐渐加浓啊，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所以呢要从笔尖拨一点，然后呢往这里边调啊，再在笔尖拨一点，往这里边调。调色的时候我们是边调边转，怎么转呢？这样转啊。那你转动的时候，你可以正方向转，也可以反方向转，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正方向转动，然后手指头这么捻动啊，看这样的啊。来一点一点的调啊，这样，然后快了之后呢，你就会调的比较熟练了，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啊，快速去调。但是我们首先要学会这种基本的转动的笔法。那么这个我跟大家说了，要学会去练习筷子来回这么转，你转熟练了，自然而然你这笔法就熟练了。然后我们调色的时候也要轻柔啊。好，这第二笔色呢，就是从笔肚到笔尖啊，颜色要加浓。好，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笔调色的运笔啊，运笔还是跟它一样，还是这样的啊，滚动啊。这回呢有色阶了，但是色阶呢，因为是单独的颜色，不是很明显，但是笔尖处是越来越浓了啊，从笔根到笔尖越来越浓。那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瓣。从笔根到笔尖是渐变的越来越浓，是吧？好，那么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个方向的转动有什么规律没有
对，是顺着笔的方向去转动啊。什么规律呢？我给大家拿一个小瓶，啊。那么你把这个小瓶就相当于你的毛笔，从左向右运笔的时候，就是从左向右去转动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转动，自转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小瓶自己在原地打转，那么笔呢就容易拧成猫花啊。所以呢，我们在转动的时候要注意笔的方向啊，要跟这个你转动的方向跟这个运行的方向保持一致。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笔不要自转，不要转得太快啊，要顺着这个方向呢自然的转动滚动啊。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颜色从笔肚到笔尖加浓了之后，我们来进行第二个颜色的调色。这个颜色呢就是深颜色，往往难度就出现在深颜色上面。好，那么笔尖处啊，10毫米之内要调胭脂。10毫米之内调胭脂是什么概念呢？把笔尖蘸一点胭脂，然后我们给它揉在10毫米之内，也就是1厘米。其他地方啊，你要离开盘子。给大家这样例子示范啊，你看其他地方要离开盘子去转动啊，然后笔尖处啊，我们蘸一点这个胭脂，然后转动到10厘米之内，看啊，其他地方都离开10厘米，10毫米之内啊，口误。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画，还是这样翻瓣啊，还是这样滚动啊，再来滚动。现在这样滚动的就出现了明显的色阶了，对不对？是吧？那么补水怎么补呢？看笔尖淡在这个台上，现在有点缺水了啊。笔尖搭在这个台上，笔根呢淡在这个沿上，往下压一点啊，往下压一点。好，补完水之后，我们调整一下笔锋。那么刚补完水呢，这个水里边啊，笔里边的颜色和水分呢，它是有一个不等比，也就是说颜色变轻了啊，但是水分呢变足了。那我们这时候运笔的时候一定要快了，慢了的话就容易阴啊，所以我们这时候运笔呢稍微快一点，然后这个颜色就有一个什么活了啊，有个跳跃感，对不对？也就是说这里的颜色和这里的颜色是不一样了啊，这样的话画出花瓣呢它是活的啊，这就是一个变化，这就叫色彩的变化。那么你现在呢这个可以呢去不学，但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掌控笔的能力加强啊。好，那花瓣的练习呢有好多，我们看到的花瓣是不是有宽有窄啊，有长有短？我们可以进行这种花瓣的练习啊，还有方向的练习啊，这都是我们第一节课要学的。来，是不是有长有短啊，有宽有窄？一个方向呢就有这么多的姿态，那么好多个方向啊，花头呢它的花瓣长在不同的方向，因为它这个部位不一样啊，它是会顺着一个点发散的，那我们要表现不同方向的花瓣，难度就会更大。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是进行花瓣的练习啊，这节课的练习啊，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说要经过1个月的练习，你才能把笔的驾驭能力啊给它培养到位。尤其是初学者啊，没有拿过毛笔的，这种练习调色和运笔的练习要经过1个月的练习，大家不要着急啊，基本功的练习特别重要。你的基本功练到位之后啊，你画后边的才会呢越来越顺手，越来越顺畅。好，我们再继续啊，还是像刚才那样，从笔尖到笔肚啊，我们给它调浓调重啊，然后笔尖处再来一点胭脂，现在还没有调花青。好，那么方向有变化，这就是冲右的花瓣啊，这个方向就变化了，是不是？然后呢还可以呢冲下的花瓣啊，要来回去练啊，这个呢是一个过程，不要着急啊。好，我们再补点颜色。当你发现笔里的颜色缺的时候，你就去补就行了。
尤其是笔根的颜色消耗是比较小的，尤其是笔肚到笔尖的颜色消耗是比较大的，我们会经常补的就是笔肚到笔尖的颜色。好，那么还有呢是斜方向啊，冲上的，这都是大花瓣的练习啊。还有滚笔呢，还可以反方向去滚动，就是从下往上去滚动。这也是这节课啊学习的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个反方向去滚动的难度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些基本功练习好了，你才能把花头画明白啊。不会花瓣的变化，花头是不会画的，你有没有办法画好啊？我们再低一点，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只挪动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宽瓣的练习啊。还有呢，冲左方向的滚笔啊，我们再调色稍微快一点。大家呢，在逐渐调色的过程当中，练习的当中啊，要越来越快啊，运笔的速度也要越来越快，才能把花画好。那么首先呢，就要练习调色的速度和运笔的速度。好，左面。我现在呢感觉这笔里又有点缺水，怎么办呢？还是要补一点水啊。好，然后呢再补一点颜色。那么这个是左边的，左边呢还有下方向的左边的啊，也是这样滚动。这些个滚笔都需要给它练明白啊，练会。这都是宽瓣，还有窄瓣的练习啊。窄瓣的练习跟宽瓣的练习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进行半笔的练习就行了啊，就是滚动不滚动一圈了，滚动一半就行。另外给大家量一下啊，我画的花瓣有多大，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花瓣呢是5-6厘米长的呀啊，5-6厘米宽，这个是5厘米啊，这个6厘米啊，大概都这样啊。这是5厘米啊，这是6厘米宽，长短呢大约是4厘米长啊。那么这个花瓣都是大的花瓣，小的花瓣呢也会变短啊，小的花瓣也要练习啊。宽窄笔的练习和长短瓣的练习都是我们练习的重点啊。随着我们练习这个难度增加，你会技法越来越提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调色呢是2个色阶已经调出来了，再进行第3个色阶的调色。第3个色阶呢就是难点，就是很多的学员啊，就是在第3个色阶上容易就折在上面，就进行不下去了啊，就是因为不得要领。好，那我们进行第3个色阶调色的时候，我们先把前面的色阶补齐了啊。这时候笔根里边我们调点颜色啊，都是先拨一点，然后呢往笔里调。你先拨一点，不要直接蘸到这个颜色上，那就容易呢蘸多了啊，不好掌控。好，在笔尖到笔肚我们再调一点曙红啊，牡丹红啊，然后呢给它越来越浓啊，越到笔尖越浓，越到笔尖越浓。然后在10毫米之内呢，我们调一下胭脂啊，把笔尖呢蘸上胭脂，然后调在10毫米啊，不是笔尖10毫米蘸胭脂，那就调多了。给它有个渐变的过程啊，一定要来回这么揉，它就肯定它就渐变了。你这揉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往上渗透啊，就逐渐有匀了，过渡就自然了。然后最后呢，笔尖处啊，我们来一点这个花青，这个花青呢跟这个胭脂柔合了之后，它是深紫色，不会出现蓝色。那我们笔尖蘸一点啊，往这个笔里去揉啊，笔尖蘸一点，试探性蘸一点，不要蘸多啊，这个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要学，我们经常会笔尖蘸一点花青，花青呢就是加深笔尖的作用，不要给它调成蓝色的。好，边调边转啊，一定要给它转匀。好，那么现在呢是花青的颜色在笔尖里，我们现在出来的颜色呢就更重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花瓣的颜色是什么样。这回呢，我们画窄一点的花瓣啊，转半圈就行了，就转半圈啊。好，再来啊，笔里再吸点水。再蘸点啊，刚才有点没揉匀啊，你看这没揉匀，它就不好看，对吧？它出一道印儿啊，那么再来，我又揉了一下。所以说啊，这个调色一定要什么啊？要耐心啊，要有耐心。调快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也会有揉的不耐心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是吧？不是老师都是啊不会出错的。你看我这个就出错了，是吧？就出现了两阶啊，过渡不够自然。当你发现过渡不够自然的时候，你就再多揉一会儿就好了啊。就是揉的时候不到啊，就是来回转笔的程度不到。那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多转，你多转，它自然而然就颜色调色就没有问题了啊。另外呢，笔肚到笔尖一定要调的够浓啊，笔尖调一点花青啊，蘸一点，然后往里揉进去啊，一定要给它揉进去。好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啊，这回调色就比较均匀了，对不对？就能看出来，它就是个渐变的过程就对了啊。有的人说不加花青行不行？也行，但是我们在花心处或者颜色重的时候，花瓣的时候必须得有花青啊。如果是这样的普通花瓣，可以呢直接蘸胭脂，不蘸花青啊。能不蘸花青可以尽量不蘸，但是呢，为了表现立体感，花青的颜色还不能少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没有花青还不行。好，那么这些都是薄的颜色，浓一点的颜色怎么办呢？我们把笔根处啊，让它浓下去啊，浓点蘸啊，然后呢，再调的啊，多调一点。好，我们这时候这个调色啊，要逐渐加快了啊，转的快一点啊，也是拨一点出来，然后呢，我们这么调。然后笔尖处再来一点啊，这个胭脂调在10毫米之内啊，蘸一点就调在10毫米之内就行了。然后再把这个花青色啊，也是蘸一点调在5毫米之内啊，也可以再往上揉一揉啊。你嫌过渡不自然，可以往上揉一点，但是不要太长，太长了色阶就出不来了。好啊，那么花瓣冲下的窄一点的啊，不要太多了。这是浓度大的花瓣啊，浓下来了。浓下来的花瓣啊，其实呢，我们一般的时候画的不多，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旁边啊，比如说我画主花是浅色的，我要画深颜色的花头怎么办呢？我就得把颜色给它调浓。咱往往呢，就是颜色调浓会觉得难度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提前呢，让大家练习一下啊。好，再来啊。这节课呢要反复去练，不能练一遍就行了，那肯定不行。这节课要反复来回，每天练10几遍啊，每天这么来回反复的练10几遍，然后呢要练一整个月，你这个应该是花瓣的调色和运笔就没有问题了，就熟练了啊。我们不要着急啊，每个学习的过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这就好比你初入门的东西啊，你要掌握它的基本要领，那么就需要不断的去体会、去练习，你才能逐渐的熟练起来啊！不要把国画想的太容易学会，也不要想的它太难，只要你去耐心去学，都能学会。好，再来啊！往往我们主要不是因为学不会，而是因为我们耐心不足啊。这是左面的。好，窄的花瓣怎么办呢？我们把笔抬起来一半啊，只需要呢笔肚处接触纸面，
笔肚到笔尖去接触纸面啊，就变窄了啊。你看，有的时候呢，我们更窄一点去滚动啊，这样难度会更大一些，是吧？好，笔肚吸点水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么宽的距离啊，只需要滚动1圈就行了。如果你自转，我们辅导课里有啊，就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如果你自转的话，它就容易拧毛花啊。初学者呢，另外你在运笔的时候要轻柔，怎么轻柔呢？你这个笔运行的时候，你看啊，别人能抽动就行了。这说明呢，你这个笔呢在手里啊，没有去给它外作用力，不要给它外作用力啊，因为这是生宣，只要你这个笔啊着在纸上，它自然而然它就吸上去颜色了啊。另外呢，你的笔呢就像一个软棉花一样，笔里呢吸满了水和颜料，那么你一去挤压，这笔里的颜料和水一下就挤出来了，你就画不了很多瓣啊。所以呢，我们在运笔的时候要轻柔，要快，运笔的时候要快，那个快你一开始练不快，那么怎么练出来的？就需要反复去练习，基本功的练习多了，自然你就快了啊，熟能生巧嘛。所以说这种练习啊，要经过反复不厌其烦的反复练，每天要多练，最少呢要练2、3个到30个小时去练，你才能给它熟练起来啊。另外呢，为了让大家掌握花瓣的大小啊，我们这节课呢这种花瓣的练习就到这里我给大家量一下，这个呢是50长，然后呢宽度呢是35宽。也就是说，你跟我一样的纸啊，去裁一下我们的纸呢，大家最好要备3尺整张和4尺整张的纸呢，各一刀。在我们的后边练习和作品里边，这些个篇幅呢，都会涉及到。因为我们的作品里边有4尺4开的4尺3开的，还有3尺的斗方这样的话呢，你呢就不会因为这个缺这个篇幅而那个没有办法跟我画一样的作品。好，咱们这节课呢就到这里，家人们大家再见。